最近问小派要到了据说清晰度爆表的 Crystal 水晶 VR 头显。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 Windows 掌机科班出身，家里是没有一台高性能 PC 主机的，只有一台战损版的3060暗影骑士。游戏本串流玩 VR 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也尝试了 Windows 掌机加显卡坞再串流 VR， 同样连接非常不稳定，所以装个机吧。别看我凭借出色的肝脏在科技区混到了4万粉丝，实话讲，我对于装机还是新手小白，只是帮朋友装过一次，但是因为风冷没有扣好，差点没把主板烧了。今天呢，我就站在小白的视角，把我从确定配置到选购硬件，再到装机的全过程记录一下，大家可以当个电子榨菜看一看，也欢迎评论一下我这套方案的合理与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交流。首先，我是想装配一款高画质畅玩 VR 大作的 PC 主机，同时价格要低。要知道 PC VR 游戏的渲染压力是要比普通游戏大一些的，所以显卡尽量往高了选。我看了很多测评，包括咨询 B 站周哥，最后的结论就是4070 Ti 的真价比最高。而 AMD 这边对于 PC VR 串流的支持不太友好，我也就没有考虑7900。于是我恶补了各个品牌各个系列的4070 Ti， 最后发现似乎4070 Ti 基本没有盖卡，堆料不足的也没有差到哪儿去，所以我就全网搜索最便宜的4070 Ti， 最后在某多百亿补贴以5099的价格拿下了硬重电竞判客。对于 CPU 的选择，网络资料指示至少要 i5 13600KF 才能带得动4070 Ti， 那么就它了。对于主板我懂得还不多，刚好看见某多百亿补贴有板优套装，是 13600KF 加微星 B760M 2代迫击炮。我查了查这张主板，支持3个 M.2 固态硬盘，支持 WiFi 6E， 支持蓝牙 5.3， 刚好符合我的需求，于是就以2692.8块拿下了这个套装。对于内存的选择 13600KF 是支持 DDR5 5600兆赫兹的。我搜索了全网，海力士颗粒的内存5600和6000差不多价格，最后在某东以598的价格拿下了海力士 M 代颗粒的光威 32G 套装。剩下的就是电源、散热器和机箱了。对于电源，4070 Ti 需要搭配750瓦以上的电源，为了稳妥，我选购了850瓦电源，支持 ATX 3.0的新谷 GX 850W， 价格414元。对于散热器的选择，我纠结了一下水冷和风冷，最后考虑到水冷装配相对复杂一些，还存在一丁丁点风险，加上风冷可以压下 13600KF， 最后我选择了双打双风扇5根8毫米热管的利民 FC140， 价格279元。最后选购机箱，我的需求是简洁小巧，散热良好，正面要有一个10 Gbps 的 C 口。最后在衡量了显卡长度、主板匹配度、散热器高度之后，选择了乔斯伯松果 D31网孔版，加上7个风扇，一共364.9元。哦，对了，硬盘我随便找了几张库存的 PCIe 3.0和4.0固态硬盘，再把笔记本上加装的固态拆下来，这样一共是5 TB， 品牌分别是雷克沙、百威和海康威视。以上就是我人生第一份装机清单，欢迎大家批评指导。如果觉得性价比还不错，也可以直接抄我这个学渣的作业。下面来。一次点亮，轻松秒杀。Nice。随后我又简单试了个游戏温度，在室温27.3摄氏度下运行 4K 极高画质《博德之门3》，CPU 温度会稳定在62摄氏度左右 ，GPU 温度会稳定在74摄氏度左右，还不错。但是烤机时 CPU 温度会突破90摄氏度。大家觉得这套方案怎么样呢？为了能有更沉浸的 UR 体验，我也是问卡缪斯要到了 C5 方向盘踏板套装，又自购了赛车支架、手排档等设备都到货之后，深度体验一番，我会为大家带来这一套设备配合 VR 头显的详细体验报告。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支持一下，记得关注我，我是峰峰，我们下视频再见。